听到叶晨的话，秦傲雪感觉如同肾上腺素瞬间飙升，整个人的斗志极端昂扬。再看向海莉斯温，他的眼中尽是猎手抓住猎物时的兴奋。而此时的海莉斯温刚刚被秦傲雪重击腰侧，整个人瞬间泄力，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就无法重新调整回来状态。就在这个时候，秦傲雪已经如嗜血的猎豹一般迅速冲向他。海莉斯温是想要闪躲，可是他的反应速度又哪是秦傲雪的对手，还没等他的下盘站稳，秦傲雪就已经冲到跟前。此时的秦傲雪吸取了刚才的经验教训，他没有把自己胸前暴露给对手，而是向前俯下身子，将胸部保护起来，同时一记海底捞月，全力一记勾拳，直接从正下方猛击海莉斯温的下巴。秦傲雪身体45度前倾，重心也不在下盘，而是随身体一同向前倾斜。这种时候，如果对方反应速度足够快，是可以抱住他的脑袋，对他进行贴脸输出的。正常的职业搏击里，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动作。可是秦傲雪此时已经不去考虑这种风险，他知道对方的速度没有自己快，只要自己拿了先手，对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破局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受叶晨的教诲，要将对方彻底击垮。海莉斯温此刻眼见秦傲雪忽然发难，想要抬手去挡已经来不及了。秦傲雪的重拳直接穿过他还没来得及合拢的双臂，由下至上猛然击打在他的下巴上。轰的一声，他只觉得自己的下颌骨发出一阵脆响，好似已经发生了骨裂。更要命的是，这一拳力道之大，不仅仅是将他的下巴颌骨打碎，巨大的力道让他的整个大脑瞬间遭受重创，就好像笨重的老旧显示器忽然从2米的高度坠到地上一样。伴随着咔嚓一声巨响，画面瞬间黑屏。海莉斯温眼前一黑，整个人便立刻失去了意识，直愣愣地向后倒地。现场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几乎要僵，场馆掀翻的雷鸣掌声。谁都没想到秦傲雪的反击竟然来得如此猛烈，好似马路上一辆被肌肉车挑衅的小型甲壳虫汽车，在瞬间变身100吨重卡，直接将对手彻底碾碎一般，令人惊骇无比。裁判立刻来到海莉斯温身边，开始大声读秒。在裁判喊到5的时候，海莉斯温的意识稍稍有了些许回归，他双腿在地上无序乱蹬，似乎想要站起来，但2条腿根本就发不出了力来，挣扎了几秒钟，身体几乎没有发生位移。随着裁判10秒钟读秒结束，海莉斯温依旧没能站起身来，于是裁判直接来到秦傲雪身边，举起他的右手，高声宣布本届比赛女子组冠军是秦傲雪。现场再度被山呼海啸的喝彩声淹没。秦傲雪的女性教练此时也冲上台与她紧紧相拥，而海莉斯温的教练组只能灰溜溜地上台将她从擂台上搀扶下去。此时的秦傲雪虽然被许多人簇拥着，眼睛却一直在寻找叶晨的身影。很快，她便在前排的人群中发现了一脸微笑的叶晨。这一瞬间，她心中激动无比，忍不住向着叶晨奋力挥手，大声喊道：叶大师，叶大师。2人四目相对，叶晨对他点头示意，随后叶晨指了指后台的通道。秦傲雪顿时心领神会，2人在这种地方肯定是没办法正常交流的，而且马上还有男子组的决赛要打。秦傲雪现在要先退场到后场暂时休息，在男子组决赛打完之后，再与其他的获奖成员一同登台领奖。叶晨指向后台的意思，也是想去后台跟他说话。秦傲雪立刻对身边的教练说道：黄教练，您看到第1排那个穿一身黑衣的帅哥了吗？他是我的。说到这里，秦傲雪忽然有些卡壳，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向教练描述自己与叶晨之间的关系。说是朋友吗？自己对叶晨一向都非常尊重，就连自己的父亲也对他尊重有加。如果说是朋友，便明显有些缺乏尊敬了。
如果说是授业恩师，本质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样一来，肯定也会引起教练的好奇。他知道叶晨一向低调，并不希望外人知道他太多事情。教练眼见秦傲雪含含糊糊，不知该如何描述，于是便一脸我懂你的样子，笑着说道：男朋友特地从国内过来给你加油喝彩的吧？真是挺有心的，而且这小伙子长得挺帅哦，和你还怪般配的呢。秦傲雪一时间有些尴尬，可是眼下周围乱糟糟的，她也不想过多解释，于是便低声在教练耳边说道：王教练，辛苦您一会儿把他带到后场好不好？教练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下来，笑着说道：好，你先下去休息，我一会儿带他去见你。秦傲雪刚刚拿了冠军，教练此时正高兴，虽说随便带人进后场有些违背赛事规则，不过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自己挂了教练组的胸牌，把一个人带进去，工作人员也不会阻拦。片刻之后，秦傲雪一边向那些为他喝彩的观众挥手示意，一边在其他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开擂台，前往后场休息。在武道馆的后场，每一位参加今晚季军赛以及冠军赛的选手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休息室。秦傲雪回到休息室之后，那位教练也穿过人群来到了叶晨身边，笑眯眯地说道：小伙子，你是傲雪的男朋友吧？我是傲雪的教练，我姓王，傲雪让我来带你去后场。叶晨微微一愣，倒也没有否认，便笑着说道：那就谢谢你了，王教练。王教练在金陵其实只是一个不那么出彩的搏击教练，但是运气好，遇到了秦傲雪这样的天才型选手，这让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走了狗屎运。秦傲雪原本也没想到自己能在这条路上走得这么远就，这基本上全是得益于叶晨的帮助和教导。而秦傲雪遇到了叶晨这个贵人，间接让王教练也有了机会鸡犬升天，成了名气很大的冠军教练。最早秦傲雪的教练曾经在叶晨面前班门弄斧，在当初秦傲雪的关键之战中给出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指导。在那场比赛之后，秦傲雪与那位教练解约，随后便开始一个人苦练武道。得益于叶晨当初赠予他的丹药，他的身体素质有了质的变化，而后叶晨传他武道心法，让他的战斗力直线上升。自那时起，秦傲雪本质上也就不需要什么教练了。但是他代表华夏的大学生出来打比赛，面对赛事组委会的各种条条框框，如果他没有一个表面上的教练，那么很多事情对接起来就会非常繁琐和麻烦。这位王教练算是比较符合他的眼缘，于是他便与王教练达成了合作。王教练虽然挂着秦傲雪教练的名头，但实际上更像是秦傲雪的赛事助理。他在战术上给不了秦傲雪更好的指导建议，于是便转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型教练，倒也与秦傲雪相处得非常和谐。这次秦傲雪又夺了一个冠军，他的知名度和身价也必然会水涨船高。以往他私下授课，一个课时也就最多几百块钱，但自从与秦傲雪签约，课时费就涨到了3000一小时。等这次回国之后，估计要涨到6000往上。正因为这些原因，他看叶晨都像是看自己女婿一样亲切。王教练将叶晨看到秦傲雪的休息室门口之后，便轻轻敲了敲门，随后将门推开，对叶晨说道：你们年轻人肯定有很多话说，我就不打扰了。下一场比赛估计至少还要打40分钟以上，等比赛结束之后我来叫傲雪。叶晨也没多想，便点了点头，道了声谢，随后便走进了秦傲雪的休息室。此时的秦傲雪已经换下了比赛的短裤背心，换上了宽松的运动服。见叶晨进来，他开心不已地迎上前，激动又带着几分崇拜地问他：叶大师您怎么来了？叶晨笑道：我听说你在这里打比赛，所以就过来看看。对了，恭喜你又一次卫冕成功。秦傲雪惊喜不已地问：叶大师，你是听说傲雪在这里比赛，
所以才专程来东京的吗？叶晨如实道，我本来是陪我老婆到东京看演唱会的，刚好听说你今天在这里决赛，所以就先过来看你比赛了。秦傲雪笑着点点头，他心里也大概意识到，叶晨应该不是专门来日本看子及比赛的，不过叶晨能来，他已经非常开心了。听闻叶晨要看演唱会，他连忙问，叶大师，你应该不会是陪您太太来看明天晚上塔瓦纳斯维特在东京的演唱会吧？叶晨道，没错，就是这场。秦傲雪激动地说道，太巧了，叶大师，我也买了他的演唱会门票，刚好我比赛结束之后也不是那么着急，必须立刻回国，所以就想着看完他的演唱会再回去。叶晨不禁惊讶地问，你也是他的粉丝？当然了，秦傲雪脱口道，不仅是粉丝，而且还是死忠粉。前2年我还专门飞美国去看他的演唱会。现在喜欢听歌的年轻人里，很少有人不喜欢他。说着，秦傲雪问，叶大师，你难道不喜欢他吗？叶晨笑着说道，我对流行音乐不是很懂，听歌这种事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所以对大部分的歌手都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秦傲雪认真道，叶大师可以抽空听听他的歌，我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而且她本身也特别励志，是个年少成名的才女，她唱的歌几乎都是自己作词作曲，而且全是世界级的大热歌曲。说着，秦傲雪忽然想起今天与自己对战的那个海莉斯温，不禁喃喃自语道，不过她一直公开支持性少数群体，我以前没什么感觉，可经历了今天的比赛，感觉这件事还是有些怪怪的。